我说过，你在赛博坦只算是个萝莉。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季自强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 MPG09，不对，应该叫 MP06 盖版 MPG09 超神人来的小头啊，小头，我们一期当两期做啊，先评测这个小头，再说那个车厢。至于说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讲。那这个人来的小头呢，跟他的那根镜啊，和这个小头跟那个镜相比呢，还是要好一点的。因为至少在这个东西上，我还能体验到，就是我刻板印象里那个 MP 材料给我的那种温存。当然，我说这个温存不是它质量差，确实是跟经典线玩具有区别的那种塑料质感，摸起来会再舒服一点。至于说它那个车厢啊，给我的感觉就是，谁他妈把 C 级的东西塞到我大师级的盒子里了？谁干的？啊，是吧？你承认这是 C 级了，反正就是这种感觉。那这个人来的小头呢？也称得上是一句哦，我操，我他妈的，因为没有看过超神人来是吧？所以评价有点过于客观了，差点开始攻击了。我要那个叫什么中肯一点的，就是它的变形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你已经没法再用什么 2.0 设计来去衡量这个东西了。我只能说，因为它的动画造型在那里摆着，所以这个东西你很难把它设计的很复杂。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些第三方到底是怎么干的。那这个官方做的这个人来变形非常的简单，简单到有点超出我的预期了，所以我有点不爽。当然这是我自己贱，这个话说清楚兄弟，我现在感觉自己有点贱，变形复杂了我又不喜欢，变形简单了又开始攻击它的价格了。哎，这就是消费者，好吧，很典型的消费者思维。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变形非常的简单。那造型呢，车头大概就长这个样子，比较还原。但是我没有看过原片，我是看过切片的。我怎么记得切片这里是不是再往下再延一截的？就它这个没有这么极端的，但这个玩意儿确实看起来是有点鬼畜了，它这个车头有点过于鬼畜了。然后这里呢是电镀，搞得跟炮击一样，还会伸缩插拔的。然后这电镀的这个烟囱啊，这个烟囱我在买之前啊，我其实对这个烟囱的事情非常保守，因为我没有玩过人来嘛。我看有人把这玩意儿掰断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到我自己到手之后才知道啊，确实是玩的不到位，兄弟。正常玩这个零件的公差大的离谱，简直离谱的很。来吧，直接开始变形吧。它的变形非常简单。我们首先呢，先讲这个小人。这个小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对，不知道，不认识。长这个样子，可动也有，身材呢就这个样子。这个涂装的话，除了这个博派标涂的清晰一点，剩下的涂装只有一种那种云雾朦胧的感觉，好吧？跟这个童年滤镜算是搭上了，都飘得很。讲人话就涂的不够清晰。然后手臂的可动呢，可以抬到这里，然后可以旋转啊，当然只有旋转到这里。然后下半身的前踢、后踢、侧踢啊，就这么一个可动。基本上就是买这个车头插件送一个小人，自己涂一乐。说是盒子里面还给了一个那种跟那种小棋子一样的那个站着的小手办，我觉得有那个也差不多。然后它的变形呢，根据说明书来说，第一步啊很有仪式感，先把这屌东西捅进去。屌东西捅进去，好，捅进去之后呢，获得了一个这样的车头。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头还蛮好看的，比较搭这个造型。然后我们开始一点点变，先把这个盖板啊给它掀起来。然后这里其实我都不用讲，兄弟，你这个盲变你都能变得来的，太他妈简单了。我简单到我觉得我操，你把这东西的身上合金全部去掉之后啊，丢进 C 级里，这个经费绝对够做一个人来了。他那个车厢也是简单的不得了啊。我甚至觉得这个车厢手感还没有 A 柱的那个车厢来的好。我是不是又没忍住开始喷了？不能这样，说好了中肯 TV 的这一集必须中肯。然后我们把这里忘说了，它这里是一个超大块的合金件。这个小头的手感，我可以这么说，80%都是靠这个大合金车头来提升的，手感巨好，很有分量。当然如果这个东西换成塑料，我就不好说会不会很有分量了。然后这里这零件啊，我们先折一下，然后把它往前稍微一掰啊，以前稍微一掰，因为这个零件的缘故，就是这个人来的手臂它不太好取，就是因为这个零件它为了还原，然后这个地方的变形就要我很小心，我总感觉我要用到韧性了，不行，不是我的玩具，我操，1000多块钱给我玩坏了，我要死了。这里我们先把腰侧一下，这样好把这玩意儿翻出来啊，还是这样变最稳妥啊，就这样一折出来。
这个零件实在是憋得有点吓人。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说这个零件的另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手呢，就算是翻出来之后，我把这个脑袋转一圈，就这样折出来转一圈，然后再折过来。这折过来之前呢，我的建议还是先把这些腰上的这个片片啊，全部给它掰出来吧。等会儿抠不好抠，现在抠方便一点，抠出来，这就是相当于腰部、胸腹部的这个遮挡件了。当然，它再遮挡也无法掩盖他自己做的这个逼东西是一个空腰子的事实啊，很残忍。但是，哎，怎么弹出来了？我操！小伙子，我有没有说过，你在赛博坦只算是个萝莉？萝莉！哎呀，我操，弹出来了！太对了，哥，有那味儿了啊，有那味儿了。所以为什么它到底老会弹？哦，想起来了，它这里是个相当于卡槽一样的地方是吧？啊，懂了，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没事了。然后这头呢，哦，不好意思，这头呢跟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地方。然后烟囱遮过来，这里是一个靠着这个地方有一个细小的双段关节的结构来去卡这个里的，把它卡上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卡槽它不是倒钩是个好事，然后它又很松，就字面意义上的松。好，那接下来谈这个腰的事情，我非常希望这个零件能再往里面折一点点，但遗憾的是它并不能这么做，它应该是这么变的，获得了一个空的腰子。两侧都是空的，只能说叹息，我只能一口叹息，你知道吧 ？MPG 这个价位啊，你这个腰子这里没有填充件，这个事情实在是有一点让我有点不爽。还好我没花钱买，还好我这个是客观评价，你知道吧？还好我没花钱买，我要花钱买，很难不把它很急，你怎么能这样？这是我的钱，哎呀，那话又说回来了，他要真给我探长那种质量，我还不乐意的。经典线材料也有经典线的好，然后这里就算是变形完成了，所以我现在是能再来一遍了。我有没有说过，你在赛博坦只算是个萝莉？对，邦当下来，很有感觉，这屁眼弹射功能还是很有用的。好 ，OK， 这个人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人形态还原度倒是很棒啊。虽然我没有看过动画片，但是我看过切片，切片里确实就长这个屌样。面相呢也不赖长得像擎天柱，反正我又不是擎天柱，真拿擎天柱过来比，那这擎天柱长得也不像擎天柱啊。你好，我甚至觉得这个人来比86长得更像擎天柱，我操。这个配件呢，先拿2把小枪啊，这2把小枪呢。跟那个大号的人来用的枪造型总感觉一模一样，只是尺寸小了点。然后这个细节刻画的也挺漂亮的，分件呢也够仔细的。这个小枪还分量挺有分量的，不是那种脆皮空心塑料，倒是挺不赖的。然后至于说握持方法呢，就靠在这个地方，这个凸起手掌里面这个凸起凹槽去握持的，拿着还挺好看的。然后特效件的话，看了一下，用的还是这个特效件，用的还是这个大的特效件。那缺点呢就是有点松。不举，这个不举几乎概括了这个玩具身上大部分塑料关节的这种具体呈现效果。就你不能说它很松，但它绝对不紧，甚至包括这个腰。看得出来大哥这个功能还是很强的，这个抖动的速度已经超过我这个手机的帧数了，它可以抖，它可以抖。然后就是左右的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可能它这个背包，如果就是它这个背包不就是整个车头嘛，对不对？金属车头这一块嘛，如果用的是塑料的话，也许这个腰的左右的这个摇晃的情况不会那么严重，但我觉得还是无所谓的，反正事实都已经发生了，就是它这个地方是那种松和不松之间疯狂徘徊的感觉，手感有点诡异，但也不失为是一个可动因为确实是可动，就是手感怪了点。然后弯腰的话，这里是一个塑料研磨关节，一顿的，确实弯了，管它是不是塑料研磨关节能弯就行。然后这里的这个地方就是很松啊，你不用手扶它是根本不行的，就很蛋疼啊，很蛋疼。那正好直接开始说可动吧，脑袋平台86看了直接流泪了，兄弟，你这个脖子啊，我操，
我也想要86擎天柱有这个脖子。那话说回来了，昨天还是前天那个比养的发布会，孩之宝真准备拿86直接出他妈能量宇宙，改了个 VB 擎天柱。他要是把脖子他妈改出来了，那我要急死了，我操，那我真急了。旋转平台是不可能了，不，左右摇摆是不可能了，只能旋转了。就是这么个面相。然后它这个金属器是它里面长粉了还是怎么着了？我感觉看起来怪怪的。算了，无所谓了，又不是我的玩具啊。这个肩膀部分平台，你可以靠这里抬，它是齿轮关节，非常好听。但是我感觉它是塑料研磨齿轮，但我没证据。这个齿轮关节非常好听。然后，但事实上来说，抬的时候全靠这个东西抬，因为如果你不摁在这里的话，它自己就抬起来了，很松。然后旋转呢也是松和紧之间啊，也是松和紧之间。然后这里有蝴蝶结，然后这个蝴蝶结呢也很松，具体有多松呢？你们自己看，也很松，一摆就摆过来了啊。你如果用手抠的话，稍微抠一下这里就会掉，稍微抠一下这里就会掉啊。这个插槽也不是很紧。然后大臂的平转倒是紧的不行啊，倒是紧的不行。我这样转的话，直接就能把这个蝴蝶结给它转出来，你知道吧？很紧。然后曲肘啊，曲肘还行。如果曲肘松了的话，那我就要开始骂人了。曲肘的幅度也很大，也够用了。变形原因的话，这玩意儿还可以借着这个关节来摆一些其他的姿势，比如说导管一类的都没有问题。然后手腕旋转没有压力，手掌呢就是这么一个可动吧，啊，有就行，有就行，这个可动有就行。然后腰部的可动，我们刚才看过啊，直接快进到腰转啊，这个腰转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如果你这里装配了这个赛博坦之心的话，转的时候可以把它弹出去，弹射，这个叫弹射玩法，兄弟，正宗弹射玩法，赛博坦之心，不是弹射出来的，很棒。然后下半身的可动有裙甲，所以掀开前踢。请记住这个伟大的前踢齿轮，等下到大人来的时候就体会不到了。后踢、侧踢，哦，你现在已经体会到了那个大人来的该死的前踢齿轮了。侧踢的时候，他妈的塑料研磨齿轮啊！我操，你可以看到这个玩具的在形变，你知道吗？它在形变，兄弟，我有点吓人了。然后这里大腿的旋转没问题，也很紧。然后这里的双段关节屈膝幅度非常的大，然后脚的这设计我很喜欢啊，拔出来之后就有额外的可动了，很棒啊！当然这个可动没有后踢有点遗憾了，说是。那总而言之啊，这个人来的车头已经是很不错的东西了，只能说已经是很不错的东西了。除了变形简单、价格昂贵、关节松弛、配件算了，它是因为算一套的，所以没法说配件稀少，就是关节就是有点贵之外，我觉得倒是没什么问题啊，情怀这一块还是有的，确实是。有正儿八经，这超神人来粉丝受众还挺多的，我那群里面一大堆呢，所以没问题，兄弟。我觉得这个情怀这一块绝对是没问题的，好吧？有问题的就是我有问题的，毕竟我是纯路人的兄弟。玩具呢，除了贵，我觉得没啥问题，好吧？所以什么时候改 C 级啊？什么时候改个 C 级出来给我玩？经典线这一块的补一补，等等，拿86比一下，看看。我操，86擎天柱比它高哎，那这玩意儿经典线已经是经典线了。已经是经典线了，赢。那按照说明书还得把这个赛博坦之心给它插上去，免得它等会儿又弹出来。那不行啊，它这里面就是这个倒钩的，我稍微一碰它就弹出来了。那这么说这个设计还真挺脑残的。哦，好，那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下一期就直接合体吧。水，咱们不见不散，拜拜。